捉鬼的钟馗为什么穿着一身官服？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民间传说他还有一个妹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今天我们来继续说钟馗的故事。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其中《补笔谈》卷3里，作者沈括提到自己曾经见过一幅唐代吴道子所绘的钟馗像，画的卷首有一篇唐朝人的题记，大致内容说的是唐玄宗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了一大一小2个鬼，小鬼偷走了宫中的香囊和玉笛，但是被大鬼捉住后吃掉了。在唐玄宗的询问之下，大鬼说自己叫钟馗，是个考武举功名失败的士人，发誓要为玄宗除尽天下的妖孽。梦醒后的唐玄宗立刻召见了画工吴道子，让他把梦中的钟馗画下来，并将吴道子所绘的钟馗像颁发给各级官吏，令天下万民知悉此事。沈括的这段记载被玄宗时的张悦和德宗时的刘禹锡所写《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也就是收到皇帝赏赐的钟馗画像后所写的谢表证实。《梦溪笔谈》中钟馗的形貌是其大者戴帽，衣蓝衫，袒一臂，阔双足，戴着一顶帽子，穿着蓝色的长衣，光着一条膀子，穿着一双兽皮靴子。这其实延续了以晚唐孟武钟馗赋为代表的唐朝作品对钟馗形象的描写。唐朝官员服色实行品色衣制度，以紫、绯、绿、青4色为主体，自贞观年间确立后沿用近300年。其中的8至9品穿青色，也有称其为蓝色的官服。所以唐朝时人们心目中的钟馗是品阶较低的官员身份，所以穿着蓝色的袍服。沈括之后宋朝人高澄的《事物纪元》中也记载了玄宗梦钟馗的故事，故事梗概和《梦溪笔谈》大同小异，不过对钟馗身份的来历则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描述。原文说：臣终南进士钟馗也，因应举不节，触电阶而死，奉旨赐绿袍而葬，是除天下虚号妖孽。这里说钟馗是终南山人，因为考武举失败后头撞大殿的台阶而死，唐高祖赐他绿袍下葬。钟馗因为感念皇恩，所以发誓除尽天下的妖孽来报恩。在唐朝，绿袍是6至7品官员的服色，这是故事中钟馗死后唐高祖赐给他的官阶，所以在有些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穿着绿色官服的钟馗。显然到了宋朝时，钟馗故事的逻辑性更好，情节也更为完整。钟馗从最初挪移中的辟邪驱鬼变成了捉鬼吃鬼，后来甚至能控制并管理鬼。宋初的画家石刻擅长画道士人物，以纵意鬼怪著称。据北宋李治的《德余堂画品》记载，石刻曾经画过一幅鬼百戏图，可惜原图已经遗失，不过通过李治的描述，我们也能稍稍窥斑见豹。原文说，钟馗夫妇对岸置酒，主供仗果肴及执事左右皆述其情态，前有大小鬼数十，和乐陈伎俩，曲尽其妙。大意是说，画面中钟馗和妻子居中饮宴，暗陈肴果，左右鬼卒执壶把盏，前后大小鬼数十人在一旁奏乐摆戏献祭。捉鬼吃鬼的钟馗已经开始养鬼作为家佣了。多说一句，其实画中的女性还很有可能是钟馗的妹妹，这个稍后就会说到。到了两宋之交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钟馗的妹妹出现在挪移中，其中说到除夕那天皇宫里举行盛大的曲艺仪式，有人装扮成钟馗、钟馗小妹、土地爷、灶神等角色，共1000多人，从皇宫里一路把异鬼赶出去，经南轩门一直走到城外的转龙湾，把这群鬼祟象征性的埋掉，仪式才算结束。说明宋朝时的官方挪移中，钟馗不仅依旧占据着不二的 C 位，他的妹妹也加入了其中。我们在上期视频中说过，钟馗的原型是上古巫使用的辟邪法器钟馗，是在不断演变中形成的神话人物。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妹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据《宣和画谱》记载，5代十国时的南唐宫廷画家周文举曾经绘有7幅钟馗图，其中5幅被称为钟馗氏小妹图。虽然该图也早已遗失，但是可以推知的是，钟馗小妹是在唐宋之间的5代十国时期产生的。产生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一认为钟馗取妹，而妹又和妹同音，久而久之就讹传出一个钟馗小妹。还有一种说法是，人们发现南朝刘宋时期征西将军宋确母亲郑夫人的墓碑上写着郑夫人有一个女儿叫做钟馗，那么这个钟馗自然就是宋确的妹妹，由此而讹传出钟馗小妹。不论如何，钟馗小妹在唐末宋初诞生之后，很快就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认可，并演绎出了流传颇远的另一段故事。
南宋画家严庚曾创作过一幅著名的《钟馗嫁妹图》，这幅画以绢本墨笔绘制，长253.4厘米，宽24.4厘米，现在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画中绘制了醉酒的钟馗被3只小鬼搀扶着坐在毛驴上送妹妹出嫁的场景。画中3只小鬼提扛嫁妆，另外2只小鬼一人牵牛，一人赶牛，正护送钟馗小妹出嫁。小妹柳眉凤眼，樱桃小口，面容娇媚，衣袂飘飘，正侧坐在一头水牛背上，回眸顾盼，形象温婉动人。紧随其后的是乱醉如泥的钟馗，他眉头深锁，正在众小鬼的搀扶下骑在一头驴上蹒跚前行，似乎流露出对小妹出嫁的不舍之情。那么钟馗为什么要送妹妹出嫁？妹妹又是要嫁给谁呢？钟馗嫁妹作为完整故事，最早发端于宋元时期，至明清戏曲中正式定型并广为流传。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唐朝年间，终南山下的书生钟馗与妹妹梨花相依为命。钟馗才华横溢，性情豪迈，遍访名师，学得一身文韬武略。然而因为家境贫寒，难以支撑他进京赶考，幸得同乡的好友杜平慷慨解囊，送给他文银盘缠，钟馗才得以踏上进京之路。临行前，钟馗许诺以后要将妹妹嫁给杜平。然而没有意外的故事绝不是一个好故事。钟馗小行夜宿，不料途中病倒，昏沉沉地来到一座破庙前，不成想却误入鬼窟，被众鬼百般折磨，面容从此变得丑陋无比。受尽屈辱的钟馗只得继续赶路，终于抵达京城，并一举拔得头筹。然而在殿试的时候，因为他丑陋的面容引得皇上的不悦，不肯点他为状元，甚至以欺君之名赐他死罪。羞愤难当的钟馗一怒之下，一头撞向台阶，当场身亡。杜平得知后悲痛无比，赶到京城收敛其遗骸，后葬于终南山下，并年年祭扫。这边钟馗死后，大闹地府，居然惊动了天上的玉帝。玉帝听完钟馗的身世后，加冕钟馗的纲职，封他为驱邪斩祟大将军，统领5方鬼兵。刚刚当上鬼王的钟馗还有一段精彩的故事，我们后面也会说到。钟馗生前曾许诺将妹妹嫁给杜平，死后念及受人大恩尚未图报，妹已及笄未了终身，决意亲自送妹妹完婚。除夕之夜，钟馗率大鬼族、众小鬼抬彩轿、挑妆帘、举灯帐、奏鼓乐，从阴司直趋终南山故居。他先令大鬼族化作人形前去告知妹妹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钟馗亲自替妹妹梳妆，又赠以斩鬼剑一口，欲镇宅安家之意。于是这才有了前面钟馗嫁妹途中的热闹场景。见到杜平后，钟馗先向杜平感谢昔日资助和葬蛊之恩，再把妹妹交给杜平，并嘱咐他善事五妹，勿负五心。杜平拜寿，牵妹妹同拜天地。钟馗见礼成，大笑3声，率群鬼踏歌而去。唐末宋初时，钟馗小妹的出现标志着钟馗从完全的神性人物向半神半人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他从庙堂走向了民间。但是在钟馗彻底民俗化之前，他还要经历元明2代的沉沦起伏。元代有一部非常有名的杂剧叫做《盆儿鬼》，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汴梁的一位小商人杨国用被算命人告知将有百日血光之灾，需离家千里方能避难。不得已之下，只好离家去外地经商。返程途中，杨国用为了凑足在外百日之期，只好投宿道瓦窑村彭冠赵夫妻所开的黑店。结果赵氏夫妻当天半夜就谋害了杨国用。为了毁尸灭迹，二人把羊烧成灰后，将骨灰和上泥后，做成了一只乌瓦盆。赵氏夫妇因为杀人后心虚，就将乌瓦盆送给了老衙吏张别谷。没想到当天夜里，乌瓦盆竟然开口说话了。他自称盆儿鬼，请张别谷带着他到开封府申冤，这就把张别谷吓得不轻。他失望的怪罪是钟馗老了，连鬼进门了都不知道，还骂道：好门神也，你怎生把鬼放进来了？俺要你做什么？由此可见，元朝时的人们虽然将钟馗作为门神，但已经开始对他产生了轻慢态度，这也是当时社会不稳定、百姓生活困苦的一种折射。后来张别谷带着乌瓦盆到开封府找包公申冤，包公得知后传赵氏夫妇问供。就在审问夫妇2人时，乌瓦盆突然发出哭声，赵氏夫妇当即吓得魂飞魄散，把谋害杨国用的前后经过一五一十的全部交代。案子告破，赵氏夫妇被判斩首，2人的家财全部赏给张别谷，为杨国用建教超度。如果说这个故事中对钟馗的轻慢还比较隐晦的话，
那么王理的《题钟馗相》中对钟馗的评价就十分露骨了。王理在文中说：人心正则一家正，上下均正则平安无事，奸气难生，又何须要依赖钟馗来守护家门？钟馗可以回终南山养老了。王理旗帜鲜明地反对鬼神信仰，由此否定了依赖鬼神信仰而产生的钟馗信仰。由此可见，虽然元朝人们依旧张挂钟馗像以捉鬼辟邪，文人画工也常为钟馗写诗作画，但钟馗信仰已发生变化，人们对钟馗少了敬畏之心，甚至持怀疑态度。到了明朝，由于通俗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钟馗形象开始出现两极分化。比如小说《钟馗全传》中，钟馗被塑造成一位忠义之士，发出了吾人生于天地之间，当使金钟贯日，气节凌霜，可以对诸天地，可以制诸鬼神，行与日月而争光，民与天壤而俱避，乃可无愧于仁义的豪言壮语。但是在远大成的《狮子传》传奇中，钟馗则被塑造成了一位贪污行贿、仗势欺人的地府奸臣形象，甚至做出了让钟小妹和苗判官私通以讨好上级的不堪之事。而随着明朝的另一部教坊杂剧《庆丰年五谷闹钟馗》的盛行，标志着钟馗的彻底世俗化。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终南山书生钟馗夜宿武道将军庙，梦中被警示有百日血光之灾，又有大号小号二鬼偷走了他的唐经。钟馗怒啄之，自此埋下鬼祸根苗。随后钟馗入京应试，才高而冒请，又受奸臣杨国忠所害，调换了他的考卷，导致落榜。钟馗愤怒之极，触后宰门而亡。这里已经将冒丑不第撞台阶而死改成了因奸臣弄权而死，有了鲜明的批判意味。钟馗死后，冤魂直上凌霄，玉帝加冕他正直贤能，封为天下都领判官，专捉魍魉鬼怪，并赐清风宝剑降魔玉印，准其剑牙开府，先赴丰年之地，驱祟迎降。钟馗到了丰年之后，青红白黑黄五方鬼，又称五路号鬼，不服新官，会同前面出场过的大号小号夜闯钟馗衙署，先夺笔再抢布，然后又扯掉钟馗的袍服和靴子，这就是著名的五鬼闹判。钟馗抖擞精神后，以剑印镇之，七鬼伏地求饶，钟馗赦其死罪，收为帐前五方招财使者，寓意号鬼变财神。庆丰年五鬼闹钟馗，把钟馗塑造成既能斩鬼除妖，又能招财进宝的喜庆大神，成为明代宫廷岁首闭眼的开年吉祥大戏。而后这部戏又以五鬼闹判的名字流传到民间，成了当时百姓在岁末除夕时最受欢迎的戏剧内容。到了明清之际，五鬼又演化成了五毒，让钟馗又有了一份全新的工作，斩五毒的天师钟馗，让原来斩五毒的张天师无辜光荣下岗。所以张挂钟馗像的时间从除夕渐渐改成了5月初5端午节。乾隆22年瘟疫盛行，只好请出钟馗来捉拿异鬼。从那一年开始，家家都在端午节张挂钟馗像，以求斩五毒，震慑妖孽。明清时期主要有3部关于钟馗的长篇小说问世，他们都是根据钟馗的传说加工改编而成的，分别是陈叔于万历时的《钟馗全传》、康熙时的《斩鬼传》和乾隆时的《平鬼传》。这3部小说虽然情节略有不同，但是通过对各种各样鬼的描写以及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和丑恶现象，歌颂了钟馗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的斗争精神，寄托了人们追求和平安定生活的美好愿望。与其说这些小说是讲鬼的鬼怪小说，还不如说他们是写人的讽刺小说。钟馗起源自远古挪夷中大巫手中的法器钟馗，至晚在商晚期时就出现在挪夷中。南北朝时期开始被具象成叫做钟馗的人物，并成为挪夷中的主角。唐玄宗一朝开始取代方相氏，被确定为官方挪夷的主角，并以玄宗梦钟馗的故事传说流传民间。宋朝时，钟馗一度仍旧是官方挪夷的主角，但宋以降直至明清，钟馗经历从庙堂到世俗化的演变过程，期间诞生了诸于五鬼闹判、钟馗嫁妹等细节丰富的故事传说，并以戏剧、小说、年画、门神等诸多方式流传至今。随着钟馗在戏剧中的盛行，他的袍服也从蓝色变成了红色，以符合他既能斩鬼除妖又能招财进宝的喜庆大神身份。钟馗所代表的正义、勇气和智慧，从他诞生之时起就开始长盛而不衰，直至今天。他的捉鬼故事不仅在华夏神话史上独树一帜，其本人离奇曲折的经历也在告诉世人，要坚守正义、独立思考，更要勇于面对貌似强大的困难和挑战。
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